箭毒蛙拥有的超强毒素，竟不是自身所带，那这些毒素是从哪来的？青蛙这种动物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它们一直以来给人们的印象都是温和无害的。但是在中南美洲地区，生活着一种特殊的青蛙，它们的颜色亮丽，凭借着特殊的外表，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青蛙之一。但是在漂亮的外表下，却带有很强的毒素注射。神奇的是，它们的毒素并不是天生就有的。那么这种青蛙的毒素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漂亮的青蛙名字叫做箭毒蛙。事实上，它们的毒素是从平时的食物中吃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在热带雨林地区，带有毒素的生物非常多，而箭毒蛙恰好就是以蜘蛛等带有毒素的生物为食的。在进食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将这些毒素积攒融合，毒素也会随之而增强。有趣的是，如果它们一段时间没有吃带有毒素的食物，那么它们体内的毒素也会随之而减弱。可为什么箭毒蛙会选择带有毒素的昆虫来作为它们的食物呢？其实一开始箭毒蛙进食有毒的昆虫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它们并不知道这些昆虫身上带有剧毒，而它们吃掉后也没有出现不适的反应，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积攒毒素的能力。箭毒蛙本身并没有毒，那么它们吃出来的毒素究竟有多强呢？由于箭毒蛙所吃的昆虫种类众多，所以它们融合了多种生物的毒素。据统计，箭毒蛙身上带有的毒素多达800种，而能被人类所研究出来的毒素数量却很少。如果箭毒蛙的毒素进入了人们的体内，可能会导致肌肉麻痹以及肠胃不适等问题，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会导致人的心力衰竭，最终走向死亡。根据专家的研究，发现这种毒素一克就可以导致上万人死亡，并且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箭毒蛙毒素的药物。既然这种毒素并不是来源于箭毒蛙本身，可为什么它们可以将毒液涂在身体上，还不会对它们自身产生影响呢？一开始研究人员也非常好奇这个问题，为了搞清楚缘由，研究人员开始对箭毒蛙进行观察。他们发现，箭毒蛙之所以不会受到毒素的影响，其实是因为它们的基因发生了突变。箭毒蛙的毒素会干扰其他动物神经信号的传递，这是导致猎物死亡的主要原因。而箭毒蛙体内进行信号传递的基因发生了变化，让毒素对其无法进行干扰，所以它们才产生了免疫。既然箭毒蛙的毒素这么强，那么还有能够伤害到它们的生物吗？其实有一种蛇对箭毒蛙的毒素有一定的免疫力，因为刚出生的幼崽身上的毒素含量非常低，所以它们会捕食箭毒蛙的幼崽作为食物。但是对于成年的箭毒蛙，这种蛇也不敢轻易下口，因此在箭毒蛙的栖息地中，它们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箭毒蛙依旧面临濒危呢？其实这是因为箭毒蛙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们的颜色太过于鲜艳，无法在热带雨林中隐藏自己，因此非常容易被人们捕捉。可它们的毒素这么强，人们为什么要捕捉它们呢？要知道，箭毒蛙的毒素是从它们皮肤下分泌出来的，所以只要人们将它们的身体包裹住，就不会被毒素所伤害。而人们之所以会去捕捉它们，一开始是因为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的原住民会将它们的毒液涂抹到自制的箭或标枪上，用来捕杀猎物。神奇的是，用箭毒蛙毒液猎杀的动物并不会导致人体的2次中毒。但是逐渐人们被箭毒蛙的外表所吸引，就将它们捉回家中，用无毒的昆虫喂养。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把它们当成宠物来饲养了。值得一提的是，箭毒蛙为了能够让后代更好的生存下去，在它们的幼崽出生后，他们会将这些幼崽护送到几百米远的地方。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百米的距离非常近，但是对于体型很小的箭毒蛙已经非常远了。尽管这样做会消耗它们大量的体力，但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以及自己的后代被雄性青蛙所伤害，他们拼尽全力也要将幼崽送出去。虽然箭毒蛙会努力地避免在自然界中受到伤害，但是它们依旧逃不过人类的手掌心。目前箭毒蛙的数量仍不可观，已经被列为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希望它们的生存状况可以越来越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